若尔盖大草原，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平均海拔3500米，是中国最美的湿地草原。这里也是中国野生狼群最后的栖息地之一。随着格林一天天长大，凹长的小手早已不能满足小狼的捕食需求。为了让格林有更多的锻炼机会，他们需要寻找更广阔的猎场。满脑子浪漫幻想的卫一，带着少不经事的小狼，雀跃着投身于草原最美好的季节中。这才是一个城市姑娘梦想中的草原，人间的天堂。还没兴奋完呢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自己喂饱自己了。别馊啦，风干肉是应急的。你口渴，下山就有水泡子了。听话啊。他们在喊什么？看，天上。走走，格林快跑！格林快跑！跑！你不要喊，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刚才那个鸟的名字叫金标是那个嘛？金雕，好快哦！还要吃肉，小羊随便抓得起。我们小羊生的时候，它拿了几个，所有鸟的里面是最矮的一个。这一站起码2米多，比我还大。成年人都扑得倒。很轻，很密实，拔都拔不开。捡来当纪念。Hello， 谢谢你，快走，幸亏你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切成扎西。哦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成都。哦，你们这么一只狼，
他是跟着我们的，他叫格林。我们一直养大他的，他的父母都被人打死了。那你们好。格力，过来。他那个他不认识，他不过来。狼是有点害怕的。这孩子看见狼、看见金雕，他也不怕，也不哭哈。根本讲什么意思啊？认识了就不怕。啊，放流放养的娃些，迟早回见了。差一个下，这个。我们那这不对。对。都能对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，没字幕。拉姆给你们讲。我刚刚看你在牵小孩。小娃娃走路不得行的，小孩也可能被抓走啊。肯定要抓走。抓活的也吃，小羊也吃。我第一次见识到雕。没有肯定人的地方，他肯定要抓吧。这么厉害。谢谢。你们就住在我们这儿吧。会给你们添麻烦吧？不会，我们这儿草场大得很，兔子和那个野兔多得很，兔狗和野兔多得很。扎西的牧场周围只有少数牧民在这里延续着传统的游牧生活，他们逐水草而居，放牧牦牛和绵羊。在信仰藏传佛教的牧民眼里，众生平等，所有生灵其生命源于草原，消亡后血肉也归还于草原，这是自然的轮回。格力。格林对陌生人有所顾忌，他在小河湾对面选择了一个绝佳的位置，这里既能观望人类的活动，也能和猛犬保持距离。这是大自然教他的入门课，学会敬畏。趴着就可以吃草，但只有跑起来才能吃肉。狼的本能告诉他，主菜在召唤他了。这个喊他长这么大了没见过这样的狼，长知识了。
在观察，也在比较。比它小的可以被它吃掉，比它大的可能会吃掉它。吃与被吃就是自然法则，它也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成为猎手，要么变成猎物。在野外，狩猎是狼生存的必须。一旦失败，格林只能饿肚子。清晨是抓鱼的最佳时机。格林发现这时候的鱼几乎冻僵了。吃不完的食物，格林照旧藏起来。但这次，格林把食物藏在了狐狸的领地。狐狸没有抓鱼的本领，也不敢公然抢夺狼的猎获。可是到了夜里，狐狸算是找到了机会。格林一直将狐狸赶到了山的那头。这片狐狸的领地归狼了，格林成了这块草坡的新主人。扎西的牧场水草丰茂，但是这一段时间，他为羊的事情特别烦心。现在的羊群惰性很强，早上懒得出圈，晚上不想回圈。白天喜欢懒洋洋地趴在湿地上吃草，夜里窝在羊圈里拉屎撒尿都懒得站起来一下。久而久之，羊蹄开始腐烂。现在狼少了，没有天敌，少了危机感，羊群的惰性更强了。相比过去的几十年，羊的体质越来越弱，病死冻死率非常高。病羊必须隔离在干燥的草场放牧，但扎西家人手不够，唯一便帮忙当上了牧羊女。但是羊群特别能钻空子，赶了这头却跑了那头，总是难于管理。
脚崴了，蹄子也打红了。我心目中的牧羊女不是这样的。这家根本不听我的，我赶他们走，他们走。懒洋洋的，不赶他们就根本不走。哎，你还嘲笑我哈？有本事你过来帮我放。哎，他要干嘛？干嘛？你看他吗？好这家伙，你太笨了，聪明的。走，再去赶一次，把他们赶回圈去。走吧。好。好，马上。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。喜欢呢，你就多欣赏一点，不能动嘴。他说是欣赏一下就行了。隔壁牧场有一只和格林年龄相仿的小母狗，聪明伶俐，但却并不讨牧场主的喜欢，既不看家，也不防狼，而且还喜欢和狐狸、野狼交朋友，索性将小母狗放野了。而这只小母狗和格林倒是非常投缘，很快他们成了一对如影随形的小伙伴。
格林的捕猎技艺越来越好，还意外地收了个徒弟。在这个季节，他逐渐能养活自己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去了？格林，吃饭啦！回家吃饭。吃饭不积极，肯定有问题。做狼都那么忙。你家格林把纱窗往偷走，好多天了，一声鸟都收不到。什么叫偷啊？借。是有点反常哈。在那。那是不是我们的纱窗啊？好像是。过去看看。把地位给我。地位在哪？坐在我床上。第几位？他就这儿，都是鱼。这么多鱼，这家伙知道到这儿来逮鱼。他把这个东西相当于拦网了，你看，这么多鱼，这个狼就在这儿来逮鱼。哇，这么多鱼啊！太狡猾了哈！是鲫鱼吗？小鲫鱼，这都是鱼。他把这往外头拽，估计大的都被他抓走了。小的他还看不上，所以我说他天到晚喜欢在这儿来。哦，这就是他今天抓出来的吗？哎，这边的鱼大些。是活的，你看到这条大的？这条大吗？
阿如，你以为？喂，扎西啊，就是小溪到大河的出水口这个地方挂了一个纱窗网，是不是你们弄的？不是我们弄的。哦。我以为是你们弄的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的。我终于知道那只流浪狗为什么喜欢追随它了。领导，更重要的是脑子。格林，回家吃饭，快点！孩子长大了，经常不按点回家，在外面有饭局了。雨季捕鱼可以以逸待劳了，格林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。每天他填饱了肚子，就回来分担我的工作。他只需要往草坡上一坐，就没有羊敢乱跑了。狼是天生的管理者，对付羊是他的强项。每到黄昏，他又帮我把羊赶回圈去。1个多月了，一只羊都没丢过。在食物丰沛的季节，狼是不必袭击牛羊的。狼来了，羊群有了危机感。为了对付他们久违的天敌，每只羊都发疯似的抓紧吃草，储备体力，唯恐落后成为狼的牺牲品。羊很快都上标了。你们肯定好乖啊！你们背到这草原上吗？乖。你教他。肯定过来，肯定。到草原快2个月了，从前的生活似乎已经消失。这里的岁月是静止的，我忘了时间，忘了我是谁。在离天最近的草原，做着奔忙的人们都不会去做的事。我的眼里只有他的成长，再给他时间，格林有希望回归原野。扎西牧场的这一段生活对格林的一生应该影响是非常大的。第一，他第一次能够捕食到足以填饱自己肚子的猎物了，培养了他作为一个猎手的信心。就是他小时候他是生活在一个2腿动物的世界里，他一到了这儿，牦牛、绵羊、马，还有这儿的狐狸呀，也包括这些野兔啊、旱獭呀，这些全部都是4条腿。他可能从心里面觉得，咦，这个跟我更亲。你看我就是4条腿，我妈只有2条腿，好像我跟他们还更亲一点。然后他是看到什么他学什么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他喜欢模仿。当他看到这个马的时候，马正在吃草，他也有模有样的跟马一样，他也在那儿吃草。结果吃了一会儿草以后，这个东西不好吃。
这个旱獭的报警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，他本能的感觉到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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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声音好像在电视里面听到过。然后他本能的就感觉这是他的主菜，本能的就想去追。格林第一次捕猎，他其实是非常的笨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挺忌讳这个狼的，挺怕这个狼的。但是当这个格林一跑起来了之后，大家才发现，本来以为是个王者，结果是个轻浮。这个旱獭一看，我去，这什么狼啊？驾着筋斗云来的，是一个筋斗108000里。我在摄像机当中看到的格林离旱獭的距离可能只有5-6米了，但是那个旱獭一点都不怕他，还直着身子在那儿，还在看，那獭子都不怕他，他们想再看一会儿。从那儿以后，每一次格林捕猎然后一群吃瓜群众，包括野兔。仲文富小枭，还有甚至围栏上的鸟，还有特别是那些旱獭，就坐在那个土包上，一群一群的吃瓜群众就在那儿看热闹，看热闹。但是后来终于有一次，他懂得了，你穷追猛打是没有用的。他懂得了先要隐藏，埋伏在草丛里面，等那些野兔玩欢了，对周围放松了警惕以后，或者离他更近了以后，他突然跑出来，他不再长途奔袭，他会搞突袭了。于是呢，他终于逮到了一只野兔。从那儿以后，他对自己的信心暴涨。再以后，在这个扎西的牧场上出现了一只黑色的草原狗，然后这只流浪狗呢，目睹过几次格林的捕猎，他觉得格林是实力派。然后他那个狗当时心里可能想的，跟着狼有肉吃，但是我们都觉得那是一只小狼，他自己能填饱自己的肚子都不错了。但是呢，这只狗就是看好他，就是追随他。然后格林到哪儿去捕猎，他就在旁边给他当后盾。旱獭的那种洞进洞以后几乎是垂直向下的，他就仗着自己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个狼来了，旱獭根本都不怕，他要直到看完所有的热闹，他再进洞去。那么最胆儿大的一只旱獭，应该就是最早看见格林，然后报警，并且看到了格林一路栽着跟斗去失败的捕猎的这些场景的那只旱獭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放松了警惕的时候，祸从天降，光顾着看热闹，他的那个洞还没有挖好呢。我觉得扎西牧场是格林在草原生活的第二个台阶，第一个台阶是獒场，对他的一种群体意识是在獒场建立的，然后在扎西牧场是一种生存意识，生存就是一种学习，学习也是生存。所以我跟格林都是在扎西牧场奠定了一个在草原生存的基础。我原以为我会一直这样陪伴着格林的成长，但是在扎西牧场的一次意外却让我们不得不分离。下一集我们一起面对生命中的第一次告别。有人终将离开，雪花终将覆盖，遇见你那刻也是
绽放，盛开那颗是消失的开始，遗憾堆砌着莫忘。重返最初的模样。有人终将